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对门房间的情况，帖子说的居然是真的，我们小区果然闯进了一只黑熊。我紧张地看着门外的一切，那只黑熊现在就在501的门后，我头皮一阵发麻。楼下401的男人也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被猛地拉进门内，在一阵短促的惨叫后，便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我心脏疯狂地跳动，捂住嘴巴，尽量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动静。毛骨悚然的响声从门外传来，我满头冷汗，颤抖着攥着拳头，手指关节被我捏得发白。最开始进入501的维修工，难道就是那只黑熊？这只黑熊远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，甚至更加狡猾。看样子帖子说的没错，黑熊会慢慢吃掉公寓里所有的人。可如果我们都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连忙回到那个帖子，一会儿没看又多了不少评论。嗨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，它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哈，不是吧？麻吉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。知道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的那一刻，我立即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可我不禁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死了那么多人，难道没有人发现黑熊进入了小区？帖子里还在不停地回复着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那黑熊一开始就吃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，害怕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。正当我准备关阳台窗户时，我突然瞥见了对面大楼窗户的反光，刚好照出了501屋内的情况。透过反光，我看到了一个体型十分壮硕的黑影，正站在客厅里。这应该就是那只黑熊吧？只见他就像是人一样用2只脚站着，并且我看他的动作好像是在模仿人穿衣服。我感觉无比的恐惧，可他忽然像是有所察觉一样，眼神突然猛地朝对面斜斜地看了过来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拉上了窗帘，悄悄缩了回去。我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说明了现在的情况。帽子叔叔收到消息后便让我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可我们这栋楼还有那么多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出事。随后我急忙在业主群里编辑信息，麻吉小区闯入了黑熊，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别开门。咱们小区以前是一片荒山，虽然有人看到过熊出没，但当时山上的野生动物早就送到动物园了。今天休息谁这么无聊在这里恶搞大家？群主快给他踢出去。我看是503的业主，这次来的是熊大还是熊二？有没有光头强？哈哈哈哈！看着他们玩笑似的回复，我焦急地继续打字。现在我对门的501和楼下401的业主很可能已经遇难了，大家不要再开玩笑了。遇难？你怎么张嘴就说瞎话？501呢？出来说句话。在群里片刻的沉寂后，没想到501真的回复了消息。是吧？啊，怎 JKRH？ 怎么回事？一瞬间我汗毛倒立。难道是那只熊？你看人家回复了，还说人家遇难了。503太损了，谁说不是？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。我看这个503就是无聊消遣别人，你要是无聊可以来我家里玩玩。小妹妹，看着群里的信息，我感到一阵无奈，但不论怎样，不能再让黑熊继续造成伤亡了。黑熊对死掉的动物不感兴趣，关键时候装死可以防止黑熊造成危险。我陆陆续续的又在群里发了几条躲避黑熊的科普，希望这些可以帮到其他人。这时群里有人猜测我是不是遇到了危险，正在求救，大家议论纷纷。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张叔主动提出来看我，我连忙阻止。就在我准备给他打电话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细小的声音，我瞬间屏住了呼吸。那声音就像是故意踮着脚尖走路，慢慢的向着我家走来。是那只黑熊吗？我忐忑地向门外望去，可通过猫眼发现外面依旧是一片漆黑，不能确认门外的情况，我感到十分焦急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对了，也许帖子里会有黑熊的信息。我连忙打开帖子往下滑去，下面的评论中，我突然注意到了类似黑熊复仇的字样。复仇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们伤害了黑熊，所以……还没等我想清楚，门口的电子锁却不停地传来电子音。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紧接着门外便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警惕地向着门口移动。可当我看清门外情况的时候，我只感觉脚下一软，一只黑熊的脸正凑在门前，血红的眼睛正四处查看着。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电子锁不停地响着，突然巨大的咆哮响彻整个楼道，我甚至能从他嘶吼的声音中听到打不开门锁的愤怒。而我面前的铁门也被那只黑熊砸得有些变形，我赶忙躲进柜子里，颤抖地听着门外的情况。可不知道为什么门外的电子锁却响起了不一样的声音。人连解锁成功，欢迎回家。一回想起那天的经历，
还是会让我阵阵后怕。长假期间，我和男友踏上了期待已久的旅行。因为提前做了攻略，我们还特地订了一家好评很高的民宿。民宿坐落在山脚下，风景如画。结果到了目的地，我们都傻眼了。民宿一共3层，但好像年久失修，墙壁裂缝交错。走到提前预定好的房间里，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我和男友对视一眼，皱着眉走进房间，这简直和网上描述的根本不一样。我打开手机想找找还有没有别的民宿选择，却发现附近的酒店都住满了，最近的距这儿也有50多公里。我敲着发酸的肩膀，认命地躺在床上，刚准备闭眼休息会儿，却在枕边发现了不明毛发。这是有多久没打扫了？我一夜没有休息好，闭不紧的窗户风呼呼地吹了一夜，我的脑壳生疼。天一亮便直接去找老板理论，哪成想老板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更不打算给我退钱。原本好好的一次旅行，却被住宿惹得心情十分糟糕。我一怒之下给了民宿差评：什么垃圾民宿，住宿环境差，连老板态度都十分嚣张，感觉像住在鬼屋，千万不要入住，不然你会后悔终身。然而在假期结束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想让我把差评撤掉。回忆起在民宿的经历，我仍觉得窝火，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但对方仍不死心，不停地给我打电话道歉，他的语气很谦卑，和之前判若两人。我微微上扬了嘴角。在听到对方说民宿已经进行了整改，特别邀请我们再次入住民宿，食宿全免时，我便欣然接受了下来。当我们再次回到民宿时，眼前的景象变得焕然一新，房间里干净整洁，就连门窗都换成了新的，和之前判若两样。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心情无比惬意。老板一脸笑意地说：今晚给你们准备了烤肉和啤酒，您看满意吗？面对老板讨好式的服务，我的嘴角又不自觉地上扬。原来这个差评这么好用。想到此次再住民宿的缘由，我对老板笑着说：我们会给你好评的。就在此时，笑容突然在老板的脸上定格，下一秒他的表情变得很怪异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悠悠地开口：我希望你现在就能给。他的突然变脸让我也愣在了原地，我感觉浑身很不自在。不过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我还是删除了差评，又重新给了他好评。老板看完手机，眯了眯眼，随后又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这笑容映在黑夜中格外瘆人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整栋民宿安静的可怕，似乎只有我和男友2人入住。我们吃过晚饭后，赶忙回到了房间。山里天气多变，不一会就下起了大雨，窗外的雨水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，窗帘也随着乱晃了起来。我打了个寒战，走上前去准备把窗户关上，然而一张阴笑的脸赫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是那个民宿老板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他低沉的声音从窗外传来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我被他吓得心脏都要跳了出来，半晌才回过神，僵硬地对他说很开心。老板嘿嘿地笑了2声，便转身离开了窗前。我慌乱地关上窗户，拉上窗帘，隔绝外面的一切。尽管这样，心依然狂跳不止。深夜睡到一半，我突然渴醒，看着男友还在旁边玩着手机，便让他给我递一杯水。男友起身找遍屋内都没发现矿泉水，看了眼时间才11点多，便准备出门去问下老板。可就在男友打开门的瞬间，一道人影正站在门外，又是老板。他的手上拿着2瓶矿泉水，默默递给男友。看着男友手上的矿泉水，我再也没办法淡定，汗毛都立了起来，男友的脸色也很难看。想到今天发生的一切，老板的服务太周到了，但是周到的让人觉得心里毛毛的，总感觉他一直在盯着我们。我不安地和男友对视一眼，这个民宿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待下去了。我们提着行李落荒而逃。然而车子刚发动时，老板竟然出现在车窗前，满脸诡异地盯着我。你们这是要走吗？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男友一脚油门窜了出去，只看到后车镜里老板狰狞的表情渐渐远去。半夜，一个男人站在家门口砸门，我刚想和他理论，却发现了他手里明晃晃带着血渍的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搬进了马吉小区，这个小区的硬件不错，一个人住也很畅快。唯一让我头疼的是，楼上住着一个熊孩子和他不靠谱的爸妈。晚上熊孩子总喜欢蹦蹦跳跳，砰砰的响动让我很是烦躁。周末在家时，楼上的响动更大，拍球声、跑步声让我连懒觉都睡不成。我上楼敲过好几次门，跟孩子父母理论，前几次都是他妈妈出现，一副和稀泥的状态。而这次我理论完后，刚想转身回家，却无意瞥到他家门后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我被盯得有些毛毛的。这个是那熊孩子的
的爸爸吧。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有些打鼓。回家后心里也总有些不平静。熊孩子还特别喜欢乱按电梯，群里的邻居抱怨过很多次，但是他的父母从未在群里道歉。当时我看着手机，暗暗叹了口气，想到那个爸爸的眼神，要不是他家太吵闹，我是真不想和他们有太多接触。直到前几天妈妈来我这边玩，原本我们在客厅里聊天看电视，好不惬意。突然间，楼上传来一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争吵声响起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中间还夹杂着熊孩子的哭声。看着争吵的势头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，我的好心情一下子被破坏。可能是妈妈在这里，我开始向她吐槽楼上扰民的种种。楼上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毫无停止的意思。今天我一定要和他们好好理论一番。我做出一个撸胳膊挽袖子的动作，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闹得太僵不好。妈妈一下子拉住我，柔声劝说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的戴上耳机刷视频。可没过多久，一声女人的惨叫和巨大的响动，吓得我赶紧摘掉耳机。妈妈脸色煞白，伸手指了指楼上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她却伸手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随后迅速起身将灯关了。房间瞬间陷入了黑暗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别出声！我妈拉住了我的胳膊，隐约间她的手心汗淋淋的。我们在黑暗中沉默着，我一脸茫然，不太清楚妈妈这样做的目的。几秒钟后，楼上传来开门声，接着一阵敲门声响起。我轻手轻脚地挪到了门边，在猫眼上观望着外面的动静。楼上始终没人开门，敲门声戛然而止，接着是脚步声由远及近。急促的敲门声让我的心像打鼓一般，我慌张地捂住胸口。敲门的正是楼上的男人，只见他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另一只手用力地敲着门。他面无表情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下一刻，他猛地前倾，将眼睛凑到猫眼上，用力地往里瞧。他的动作把我吓得汗都冒了出来，我赶紧缩低身子，不清楚他到底看没看到我。妈妈也走了过来，紧紧搂住我的肩膀，看得出来他也很紧张。我俩对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。不久，男人停止了敲门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他走向了对面那户。此时我才看清他背在身后的手上竟然有一把带血的菜刀，嫣红的鲜血顺着刀刃淌下来落在地上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。男人开始敲门，我在心里祈祷对面邻居千万别开门。不知道对面是真没人，还是也感觉到了不对。他敲了好一会儿也没动静，男人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转身看了看我家门口，然后从楼梯走了上去，直到听到楼上的关门声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的刀上有血。我颤抖着和我妈说，赶紧报警。妈妈的提醒才让我意识到此时不是发呆的时候。我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拨打了电话，带着哭腔告知警察我的位置以及现在的情况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依旧不能平静，无措地看着妈妈。没过多久，楼上传来响动，似乎是警察来了。先是敲门询问的声音，几分钟后就是破门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楼上响起，随后熊孩子绝望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，把爸爸妈妈还给我。没过一会儿，警察敲响了我家的房门，来找我录口供。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楼上的女人和丈夫发生了口角，已经被丈夫残忍杀害。案发时，男人把熊孩子锁在了卧室。男人挨家挨户敲门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找个垫背的，他手上的菜刀就是佐证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我不禁有些后怕，如果当时我妈没在，我直接开门了，那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半夜，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结果竟然打通了。我睡得五迷三道的，被丫丫一声尖叫吵醒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，丫丫瑟缩的蜷在角落里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。我冲过去抱住了她，丫丫怯怯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怕。我以为丫丫是做噩梦了，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，拍着她说：不怕啊，妈妈保护你。看着丫丫熟睡的脸庞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第二天是周末，看着丫丫几次欲言又止，我联想到昨晚丫丫的样子，蹲下身摸了摸丫丫的头发。丫丫，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丫丫没有做噩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妈妈，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，只有一个接通了，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。丫丫脸色发白，你哪来的恐怖号码？我们在网上看见的，昨晚我试了一下。丫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。我打开丫丫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5点31，这么久，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，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，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，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，怎么回事？
我快速点开，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，想着我喊来丫丫，她告诉我这个视频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，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。刘晴称它为勇气视频，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，谁就是最有胆的人。那他打通过吗？我问丫丫，丫丫摇了摇头。我不敢问。我打开了那个视频，视频的质量很粗劣，也并不恐怖，只是怂恿性很强，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。可是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与电话主人结了怨，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，留言的都是孩子，什么骗人的，打不通，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。突然丫丫指着一个头像，尖声说：妈妈，这是刘晴的照片。耶，我的电话接通了，他还和我说了话。这是刘晴的留言，我只能先安慰丫丫说这只是个恶作剧，让她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再次望向了丫丫的电话手表，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手表骚扰拦截多了10几个未接。犹豫了片刻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，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。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。喂，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个女的。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。哎，你好，前几天我丫丫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，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，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孩子太调皮了。我非常诚挚地说道。没事儿。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，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我略微有些不解，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？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直到晚上，在丫丫睡着后，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，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10几通电话。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，怎么还不停地打？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几乎秒接，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。喂，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？我开始有些不忿，已经解释过了，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，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，心砰砰直跳。手机突然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又被吓得够呛。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女儿因为好奇，用手表拨通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而电话那头的人威胁会来找她。我得知此事后，愤怒地打了回去，然而却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我吓得把女儿的手表甩出很远，手机也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当我看到家长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刘晴失踪了。今天丫丫跟我说刘晴打通过这个电话，那她的走失和恐怖电话有关系吗？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斟酌许久，还是拿起了手机给刘晴的爸爸打了电话。我把恐怖电话的事情跟他说了，电话里能听出他很着急。丫丫妈妈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方便现在去你家细聊吗？没一会儿，刘晴爸爸就赶到了我家。起初他对我说的是半信半疑，直到我把丫丫的手表和刘晴的留言拿给他看，他皱了皱眉，赶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了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刘晴的爸爸，你有没有找过他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。刘晴爸爸的语气近乎狠厉：是不是你把我家孩子带走了？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喂，看着他死死地盯着手机，我在旁边轻声地问：要不要问下其他孩子？丫丫今天跟我说这个视频班上很多孩子都知道。谢谢你提供的消息，我得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察。说完，刘晴爸爸就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再次打开家长群时，我发现群里炸了，刘晴依然没有消息。家长们纷纷帮忙转发孩子失踪的消息，也反映很多孩子确实尝试过打那通电话。根据孩子们反映，视频确实是刘晴转发给他们的。很快到了周一，因为堵车，我错过了丫丫的放学时间。我给丫丫发过消息，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，可到了门口根本没有她的影子。我提心吊胆起来，颤抖着掏出手机给丫丫打电话，电话是通的，可惜迟迟没人接听。我又联系了老师，老师说丫丫放学后就已经离开了。我突然想到前天刘晴失踪的事情，顿时如坠冰窖。保安调取了门口的监控，我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丫丫的身影。她等候在我们约定的地点。大约过了3分钟，丫丫的电话手表响了，她似乎犹豫了许久，才接起了电话，随后面色苍白地消失在视频中。我慌不择路地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开始寻找丫丫。天越来越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，直到发现丫丫的手表被丢在了墙角，一股腥甜味从心口涌上来，眼前顿时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丫丫竟站在我的面前。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感觉到丫丫手心传来的温度，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吓死妈妈了！我哑着嗓子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是刘晴给我
打的电话，他迷路了，让我去找他。女儿闪着泪光地说，当时丫丫走到巷子里，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了下来。女人温柔地告诉丫丫，自己是带她去找刘晴的，半推半就地被女人拽着往前走，手表也被女人丢在了一旁。丫丫当时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，这个认知让丫丫惊出一身冷汗，小脸皱成一团。阿姨，我鞋带松了。看到不远处有个超市，丫丫灵机一动，女人刚放开她的手，丫丫拼命朝超市奔去，她的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咒骂声。丫丫的话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多亏她有惊无险，要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后来刘晴被找到了，可惜早就没了呼吸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，他们以恐怖电话为诱饵，利用孩子的好奇心，先是怂恿孩子们打电话，随后找各种借口把孩子诱骗出来进行拐卖。夜深了，你敢一个人看床底下吗？我耐心地给女儿妞妞讲睡前故事，妞妞抱着娃娃，听得津津有味。故事讲完，我给妞妞盖好被子，叮嘱她好好睡觉。妞妞突然伸出手拉住了我的胳膊，哀求地说：“妈妈，再陪陪我好吗？”妞妞的手心汗津津的，她似乎很害怕。已经很晚了，你明天还要上学。我温柔地对她说：“妈妈，那我能不能开着灯睡觉？”妞妞扁着嘴问我，得到我的同意后，她似乎松了一口气。互道晚安后，我走出了房间，可前脚刚走，下一秒就听到妞妞的尖叫声。妈妈！我焦急地打开房门，却看到妞妞面无表情地坐在床上，一双眼睛似乎没有焦点。她扭头看向我，机械地说：“床下有动静，你能帮我检查一下床下的怪物吗？”大概是刚才的故事内容让妞妞有些害怕，我赶紧将她搂在怀里，轻声安慰：“怪物只存在童话故事里，现实中没有怪物。”妞妞身上僵冷的温度让我忍不住摸了摸她的额头，然而她并没有发烧。妈妈，帮我看看吧，求求你了。妞妞突然流着泪说，她的反应让我的心也莫名紧张起来。我和她对视了几秒后，慢慢俯下身去，一个皮球从床底下滚了出来，我莫名的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抓起球，站起身把球举到妞妞的面前。宝贝，你看，只是个皮球。说着，我伸手把球递了过去，妞妞不停地向后闪躲，眼里写满了恐惧，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妈妈，那个球不能碰，它是怪物的东西，怪物会发脾气的。”怪物在哪里？我被妞妞的情绪感染，心里慌慌的，头皮都有些发凉。它就在你的后背上！妞妞尖叫着指着我的身后，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。我慢慢的扭过身去，妞妞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尖叫一声，猛地站起身，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。妞妞躺在床上抱着娃娃，好奇的看着我。妈妈，你刚才睡着了？刚刚只是一场梦。我继续给妞妞讲完故事，然后帮她盖好被子。妈妈，你能再陪陪我吗？我很害怕。我的心里一惊，刚刚的梦里妞妞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接着妞妞提出了开灯睡觉的要求，我忧心忡忡地关了门，站在门口迟迟没有离开。妞妞并没有尖叫，我稍稍安心一些，责怪自己想得太多。刚躺在床上，我就听到妞妞的房间里传来了响动，这是拍球的声音。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蹑手蹑脚地走向妞妞的房间，拍球声越来越清晰，猛地推开她的房门，圆滚滚的皮球在地板上有节奏地弹起落地，而妞妞却不在地上，她正坐在床边，两条腿悠闲地荡着，歪着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皮球。这诡异的画面让我的嗓子发干，伸手将皮球接住。很晚了，你这样拍球会影响别人休息。我不悦地说：“不是我拍的，是他。”妞妞有些委屈地说：“他是谁？在哪里？”我觉得这是妞妞的恶作剧，生气地呵斥她：“他是个怪物，就在你的后面。”妞妞认真地说，这些内容再次和梦境吻合，可我却一点都不想相信。这个世上根本没有怪物，不要再装神弄鬼。突然间，一双冷冰冰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她轻轻拍了拍我说：“你是在找我吗？”我的神经立即绷得特别紧，缓缓地转过头去，妞妞的脸近在咫尺，她在笑，一脸诡异。轰地一声，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炸开。我再次回过头去，妞妞正四平八稳地坐在床上，可是后背冷冰冰的气息还在，那只手还没有从我的肩膀上拿开。巨大的恐惧让我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我再次醒来时，人正倚在妞妞的床头上。妈妈，你太累了，刚才都睡着了。妞妞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脸，她手心的温度是热的。我伸手掐了下自己，有痛感。刚才的画面难道是梦中梦？我心乱如麻，理不清头绪。接下来妞妞再次说出了让我抓狂的一句话：“妈妈，
我很害怕，你能陪陪我吗？这个世上真的有怪物吗？我支吾着问他。妞妞点点头，起身趴在我的耳边，小声地说：他就在我的床底下，一直有个皮球陪着他。我汗毛瞬间立了起来，脑子里一片混沌。妞妞，说假话可不是好孩子。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故作镇定地说：妈妈，我真的没有说谎，不信你弯腰看看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疑惑地下床往床底探去，一个皮球从床底深处滚出来，紧接着发生了令我震惊的一幕，妞妞的脸慢慢地从杂物堆里探出来，她害怕地看着我说：妈妈，我的床上有个怪物。我捂着脸惊声尖叫，猛地起身时，脑袋一下子撞在床头柜上，一阵刺眼的阳光让我再次睁开了眼睛，周围的环境熟悉又陌生。我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，我的床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，见我醒来，她露出微笑：妈妈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妞妞？我是试探着问。你能想起我了？妞妞扑进我的怀里，嘤嘤地哭着，这熟悉的怀抱加上她身上熟悉的味道，记忆瞬间向我涌来。我是一位单亲妈妈，带着双胞胎女儿生活，妞妞是姐姐，丫丫是妹妹。可惜两姐妹同脸不同命，丫丫患有先天智力障碍，这也是前夫和我离婚的主要原因。她不想被丫丫连累。我带着2个孩子生活，日子虽然艰苦，却也充满了快乐。孩子6岁那年，一场意外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。那日，我带妞妞和丫丫去公园玩，2个女儿都很开心，她们还玩起了拍皮球的游戏。皮球不慎被丫丫拍进树林里，我赶紧跑去捡球。等我返回来时，丫丫却不见了。妞妞哭着告诉我妹妹掉进了湖里，我一下子瘫倒在地，随后踉跄着去找人帮忙。等救援队的人把丫丫捞上来时，早已经无力回天，她就死在了我的怀里。妈，放下吧，妹妹也不希望你一直折磨自己。我觉得妹妹从来不曾离开，因为她一直在这里。妞妞指了指她心脏的位置，看着妞妞的脸，我再次泪流满面。其实，死亡从来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我和闺蜜有个暗号，在遭遇危险的时候，会发一些奇怪的信息向对方求救。当时闺蜜还打趣道：要是哪天我给你发奇怪的信息，你可一定要救我呀。当时我并没有在意，但没想到暗号很快就用上了。这天凌晨2点，我被手机消息声吵醒，拿起床边的手机，原来是闺蜜小美发来的消息。她说要出差1个月，让我有空去她家喂一下猫，还有冰箱的芒果汁要过期了。看完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顿时睡意全无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我和小美认识10几年，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。首先，她是自由职业，根本不可能有出差之说。其次，她不但不养猫，甚至她会对芒果过敏。我心慌意乱，下意识地想拨打她的电话，可很快反应过来，她尝试用这些反常的话来暗示我，而不是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那很有可能是歹徒此刻就在她身边，能注视她的一举一动。我想打开灯，可外面好像停电了，一片漆黑中，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窥视着我。我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先给许江打了电话，随后报了警。许江是我的男友，他很聪明，人也很高大，不管接下来要干嘛，有他在身边，我总会感觉安心一点。见到许江，我立刻扑上去抱住了他，很没形象的大哭起来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警察也到了。经过简单交涉，我们去往了小美家里。刚到门口，便闻到一股血腥味，我不禁打个寒战，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我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伸手去包里拿钥匙。人越紧张，越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平时放在包里的钥匙，今天怎么也找不到，似乎看出了我的恐惧。许江从背后轻轻抱住我，不怕，我在呢。我深吸几口气，勉强保持冷静，终于找到了钥匙，打开门。小美家里没有开灯，空气里刺鼻的血腥味让我难以喘息。我紧紧地盯着那扇房门，心里没由来的恐慌。警察率先进去，摸索着打开客厅的灯。我惊魂未定地看着客厅中央，这一幕让我永生难忘。小美死了，在自己家的客厅，她的脸被划烂，身体也被捅了很多刀，血流的到处都是。我吓得尖叫出声，眼泪根本止不住。都怪我来晚了，要是早点来该多好。警察在不远处说道，凶手极其残忍，你要是早来只会多一具尸体。警察很快拉起警戒线，调取监控的警员也无功而返，周围的摄像头都被破坏了。我靠着墙呆站在门口，心里一阵茫然。最好的闺蜜惨死家中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不对，我们之前会一起玩推理类的游戏，她既然会提前给我发暗号，那么一定藏了些信息在家里。我起身走向她的卧室，里面的陈设非常简洁，而且很干净，但有个地方却很突出，书架是乱的。我走过去翻了翻，发现这一堆东西放在一起，最里面有一本书，就好像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是为了掩藏这本书。我打开看了下，有一页被折了起来，
上面还有一句话画了线：小心男人。有些人很擅长伪装，伪装谁？他能认识的男生是一些同事，但是我了解他，她是个妥妥的宅女，平常团建什么的根本不会参加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在一起的。男人，不会是许江吧？不可能，许江不会是这样的人。许江那么温柔，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我放下了书，出了卧室，看到了许江在等我。他担心我的精神状态，就带我去了他家。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他家，上次还是我们3个在一起喝酒，现在却只有我和他了。他去厨房帮我倒水，我在沙发上根本坐不住，一停下来就会看到小美惨死的模样。我起身逛了逛，来到卧室里面，没想到他卧室装修的这么暗，隐约觉得有些阴森。突然卧室的书架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那上面有一整排的恐怖故事。明明他跟我在一起连恐怖片都不看。我拿起一本犯罪心理书，翻了翻，发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笔记，好像是一些分析杀人手法的细节。我抬起头，突然发现这本书原来放的位置里面还有个隔板，这个木板和整个书柜的颜色不一样。我推上去后，在里面发现了个笔记本，第1页就有一个人物关系图，中间的女生是一个网红，我记得被报道出来时就是死亡的很蹊跷。接着几页都是一些类似的关系图，我翻着翻着，突然我的照片出现了。这一页和别的不同的是，离我最近的女生小美被划了个大叉，还有句用红笔写着的话：看了不该看的，不能留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突然想起小美藏的消息，小心男人。难道小美不小心发现了她的计划，然后就被灭口了？我顿感脊背发凉，颤抖着拿出手机报了警。刚一挂，许江就端着蜂蜜水进来了。他看着我手上的笔记：你都看到了，那么你也不能留了。他猛地把手上的杯子捏碎，砰的一声，我吓得瑟瑟发抖，看着他扭曲的面孔，拿着玻璃片向我走来。他的眼里已没有往日的温柔，现在就像个野兽，眼中充满血丝。我害怕地求着他：别杀我，我是你女朋友啊！哈，求我！你们这些女人就只想着钱，为了钱什么都做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瞧得起我，我要把你们女人杀了，都杀了！我没想到他已经疯到了这种程度，他直接抓起我的头发往墙上砸，剧烈的疼痛在脑部扩散，还没来得及站稳，他又拿起玻璃片划伤我的脸，一股血腥味蔓延开，恐惧感让我想起了小美死亡的样子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拖延时间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虽然头真的很晕，但是我得拖住他。我冲他喊着：你个疯子，你就是心理扭曲，你毁了多少个家庭。突然他甩了个巴掌给我，啪的一声让我呆住了。他捏起我的下巴，从高处蔑视我。那又怎样？你们这些人的脸我看着就恶心。就在我视线都模糊了的时候，突然外面的门被踢开，警察来了。他们很快制服了许江。我靠在墙上，久久回不过来神。转眼过了好几天，我带着伤，拿着花去了小美的墓地，看着她的墓碑，心疼与不舍涌上心头，冰冷的泪不自觉流下，哽咽着：对不起，是我看错人害了你，坏人已经被抓住了，正义虽迟但到，